美国海军近期调集了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开赴中国南海耀武扬威，炫耀肌肉，但这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据美媒消息，从前天开始，美国海军在南海地区又开始了大动作。先是1月初，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航母与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从南海东西两侧向心机动会师，同时远在美国本土的林肯号核航母也在整备之后搭载了一支 F-35C 舰载机中队，匆匆向南海进发，现阶段怕是已经快到南海了。美国海军还从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派遣了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看时间现在也已经进入南海了。日本本土还有一艘航空母舰里根号，现在美国在全世界部署了6个航母、2攻打击群，而除去一个两栖打击群在地中海游弋外，剩下的5个打击群全在亚太地区，其中的4个马上要在南海汇合了，这阵势只能说前所未见。目前将要在南海汇合的美军包括2艘航母和2艘准航母，共计大小4艘航母，其中有3艘是装备 F-35 战斗机的，包括卡尔文森号的12架 F-35C， 美利坚号的6架 F-35B， 林肯号的12架 F-35C 战斗机。此外还包括120至150架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和10架以上的 E-2 预警机，其实力基本上可以堪称灭国舰队了，对我南部战区的海空力量形成了不小的军事压力。那么为何美军要在春节前夕在中国周边集结部署 80% 的海外航母兵力呢？虎哥认为美军必然不是给中国拜年来的，美方此举就是通过在亚太地区周边部署大量海空兵力，反制将来中国大陆有可能对于台湾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个引爆点就在乌克兰，现阶段乌克兰的局势说是火药桶一点也不为过。美国已经把局势升级到了冲突的边缘，先是怂恿乌克兰自己上，现在自己也从幕后顶上台前。美国将战略轰炸机和一部分地面部队派遣到乌克兰，而俄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开始了大规模调动，部署兵力增援，上千发导弹枕戈待旦。双方都强调军事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就目前的局势看，双方围绕乌克兰都没有各退一步的意思，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小。正因如此，美国政府有一部分强硬派人士要求对俄开战，而且对俄开战的时候也得提防中国大陆浑水摸鱼。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对俄罗斯退让，那么一定会在政治上激励大陆出手解放台湾，因此和俄罗斯开战将打消俄罗斯的侵略念头，警告中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和俄罗斯开战，这就意味着亚洲局势美国无暇顾及，那么中国大陆仍有可能出手解放台湾，因此需要提前做好准备，部署大量兵力对中国大陆释放出震慑和警告的信号。如此一来，就算美俄在东欧开战，之前布下的兵力也将成为大陆解放台湾的绊脚石。要虎哥说，此举就是在说明美国4艘航母集结南海的举动终将是昙花一现，而且还暴露了美军实力不支，无法同时应对中俄的致命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部署这么多兵力，就是为了威慑中国大陆，使之不敢趁着俄美冲突之际收回台湾。这说明美国现阶段已经无法维持两线作战了，因此采取打一派下一派的策略。美国前任北约总司令也是持同样的看法，他也认为以美军目前的现状无法进行两线作战。不过结果可能还会让美国大失所望，如果真的今年俄美在乌克兰发生了冲突，我们又恰好趁这个时间点展开解放台湾的攻势，可不是美国这几条航母就能够阻挡的。美军采取的亚太部署航母举动纯属走夜路壮胆，在我军已经完善了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面前，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的。
如果美军强行武力介入，那么就要做好在亚太部署5个航母、准航母打击群，包括第一岛链全军覆没，美国军事力量退出亚太的悲惨结局。美国在东线台海将彻底失败。这还不算完，在欧洲，美俄一旦发生冲突，俄罗斯凭借地面优势兵力和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痛击远离本土的美军也不是什么难事。到时候，美国就会面临西线欧洲、东线亚太两线作战皆失败的困境，对于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将是一次沉重打击。而且一旦世界霸权受损，与之捆绑的美元和石油霸权也将受到波及，这是美国的国之根本。因此，如果美国打算针对中俄耍横摆谱的话，其面临的军事、政治、外交上的失败将是建国200余年来最严重、最惨烈的。